哎呦，各位，欢迎大家来到第二集。这样第二集我直接做总结，你只要看完这个视频，你就会算什么东西呢？算赢多少，输多少，你要输入多少，跟使用多少的杠杆，所有东西，好不好？所以我们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OK， 首先呢，我们在进行算法之前，这里大家一定要会首先的第一个就是单位。怎样讲单位呢？比方说，我们去测量一个东西的长度，我们可以用 millimeter， 或者是讲说centimeter 或者讲说 kilometer， 对不对？不同的单位这样今天在交易里面也是有不同的单位。OK， 这样子讲，这里呢，普遍几乎所有你在做交易的时候呢，普遍我们用到3种不同的单位。第一个最简单，我们叫 by cost 或者讲 by margin。什么意思是 cost？ 什么意思是 margin？ 简单来讲，它就叫保证金，或者讲说成本。OK， 如果我把它放在我们白话，就是叫筹码筹码的意思就是比方说你在新年的时候你有进行这个赌博的这个动作，好，然后呢你会下注，对不对？你的筹码嘛，你筹码多少这个 cost 或者 margin 简单来讲就是那一个意思。 OK， 可以吗？就是这样简单。好像比方说你说你要下注一个500块， OK， 500块这样就是直接是500块，你下注500。OK， 这样第二个单位是什么？第二个单位叫 by value， 就是总价值。什么叫总价值呢？很简单，它的 formula 就在这边。OK， 就是你拿保证金或者讲说你的成本乘以你的杠杆乘以你的杠杆。OK， 这里呢我就先这样子写了。OK， 比方说我们就随便写我们要做多。OK， 然后币种我们选比特币。OK， 选比特币。然后呢杠杆的话我选5倍我们选5倍就好。OK， 然后呢，这里的如果是500块 by cost， 你的成本500，这样你的总价值是值多少钱？很简单 ，cost 乘以 leverage， 你就拿500乘以5。OK， 它的总价值是2500就对了。OK， 它们两个是一样的意思来的。好，这样再来第三个 by quantity。OK，quantity 这个东西总数量，什么数量？就是币种本身的数量。OK， 比方说我在进行交易比特币。这样就是比特币自己本身的数量这样2500或者是说500成本是值多少粒比特币 ？OK， 这个时候呢也是很简单的，你要怎样算？你就是拿 cost 乘以 leverage， 其实就等于 value 了。OK，value 除以 market price， 什么意思 ？market price 好像比方说我做多，你打算在哪里做多 ？OK，let's say 我们打算在6万的时候做多，6万的时候做多你 limit order。OK， 这样很简单你就等于 cost 乘以 leverage， 然后你给它挂弧起来，除以当下你要进行交易的价格6万。所以当它去到6万的时候，比特币去到6万的时候，如果你用的成本，你用的筹码是500等于总价值2500，等于总数量的 0.04166666 粒比特币，明白吗？其实都是一样的。OK， 要这样子验证到底一不一样呢？好，等一下呢，我们直接进入到算法，然后我就直接一起验证究竟它们到底是不是一样的。我们先记住这个号码先。OK， 我们先下去。现在呢，我要教你们一个特别重要的方程式 formula。OK， 这个 formula 呢会贯穿你的整个交易生涯。OK， 所以要听清楚了。首先呢，你要怎样子算？你赢多少，输多少？我应该是输入多少钱？来了，首先第一个盈亏，你要算我们所谓的 profit and loss。OK， 我们缩写叫 P&L。OK， 盈亏，这样盈亏的方程式等于成本乘以杠杆再乘以波动的百分比。什么叫波动的百分比？ OK， 英文在这边。波动的百分比简单来讲就是比方说你看涨一个 3%， 这样这里就输入 3%这样比方说你是看跌 5%， 这样你就输入 5%。它的 positive 跟 negative 的差别是在于你是要看亏钱还是赚钱。 OK， 我这样子讲可能你有点乱，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直接进入示范。 OK， 假设第一 action 我们要做多，对不对？做多你还记得我们做多是要向上还是向下？ OK， 3、2、1，我们是希望市场向上，对不对？我们只有预期市场向上，我们才会在低位做多，对不对 ？OK， 所以首先我们做多，再来第二
OK， 成本 OK， 成本的话就是跟刚刚一样啊，这边 OK， 我们就拿那个500就好了哦，等于 OK 500，好来500，然后杠杆呢一样是5倍啊，杠杆一样5倍 OK， 我这里呢我就全部跟它等于这里好了。OK， 这样肯定我们希望它是上涨，对不对？我们做多嘛，所以我就写 up 的百分比就等于我们 TP take profit 的百分比啊。我们要赚了这个钱，然后我们就离场。所以我们希望，假设我们希望它我们要赚它3%的上涨，3%的上涨。OK， 然后呢，我们也要设置我们的止损，对不对？我们做多，我们什么时候会亏损？就是它跌的时候，这样我们的止损就会设置在下面的2个百分比，2%。OK， 可以吗？这样我们现在有了这里的资讯，我们要怎样子算？我们要怎样知道我们赚多少钱，亏多少钱？很简单，来 profit， 首先第一等于 OK cost 乘以 leverage， 再乘以上或者下的百分比。我们今天是上是 TP， 所以我们就输入3%，我会赚一个75块，我会赚个75块。OK， 这样亏的话是怎样子算？一样 cost 乘以杠杆再乘以下来的 ，OK， 而且还是 negative， 因为我们是要算亏钱，亏钱肯定是 negative，OK， 所以我们会亏一个50块啊，所以你就知道了，这张单如果我去进场的话 ，OK， 赚75，亏50，你 OK 吗？哈，这个是不是很重要？就像做生意这样，你一定要知道，如果这个生意我做的时候我会赚多少，亏多少，你不会算这样怎样，对不对 ？Make sense 吧？好，所以就是这样简单。OK， 这样今天我们算了这个地方 ，OK， 我们走一个做空的，假设 short，OK， short， 然后呢，我们的成本，假设我们的成本换一换 ，OK， 我跟它换成一个2000 ，OK， 2000，好，2000，我的 leverage 没有变 ，OK， 其实你要变也是可以的，你就自己变哦。可是比方说我就放10倍，放10倍杠杆 ，OK， 然后我的上的百分比呢，我就赚5%，然后亏的话我亏个3%。OK， 不要我放点小数点3.5%。OK， 这样你会这个 formula 啦，你自己可以用像我这样子，either用 Excel 或者是 Sheet 去做这个计算，要不然你就用你的手机打开你的 calculator 去算出来，一定算得到啊，不会多一个零，不会少一个零。如果有的话，就代表你算错。OK， 所以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吗？所以你看，如果是以现在这样子的情况，赚我是赚1000，亏我是亏700，就是这样简单。OK。可以吗？哦，这里我做一个补充啊 ，short 我们是希望它跌，对不对？跌的话呢，这里我就跟它换成倒啊，不要让你们乱 ，OK。然后这里是倒反 ，OK， 只有下去就等于我们赚钱，如果它上去就代表我们会面临一个亏损，就是 cut loss 啊，这样子 ，OK。好，这样这个是首先这个是第一个，就是你要算盈亏、赚跟输的钱。这样接下来另外一种算法是什么？另外一种算法就是今天。你唯一一个你不懂的东西，就是你应该要放多少 cost 啊？你不知道 ，OK？ 刚刚这一个你是知道的，你的成本2000啊，你知道你要放多少，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是你不懂你的成本要放多少啊，你不懂你的成本要放多少 ，OK？ 但是你知道的东西是什么？你知道你的 P&L，OK？ 你知道你的 P&L， 你要赢多少亏多少。啊，然后我们要倒算回去，现在 ，OK， 所以现在很简单，来，假设我们 action， 我们回到 long 好不好？我们做多 ，OK， 好，这样我们的成本现在我们是不懂，啊，我们不知道我们要用多少 ，OK，leverage 的话我们就定死哦，你可以自己决定的嘛。好，这样现在首先第一要涨 ，OK， 涨的话呢，涨一个7%，OK， 我要赚它一个7%，OK， 不是赚它一个7%，我要赚它这个7%的上涨。OK， 这样如果它跌个5%，我就止损，明白吗 ？OK， 好，这样现在 OK， 假设通常啦，你要知道你要赚多少，或者是亏多少啊？我们都是从哪里开始？我们要先从我知道我应该要亏多少钱，对不对？而不是我先从我应该赚多少，因为如果往往你从我知道我赚多少钱开始的话，去设计整个东西。等一下，你可能算设计出来，哎，这么亏这样多啊？所以通常我们都是以先亏多少为开始计算，这样子讲 ，OK？ 这张单我最多，我跟我自己讲，我就亏200，最多我亏200 ，OK？ 可以吧？这样这个时候了，现在我不懂的东西就2个，一我不知道
我如果要亏200，我这里应该输入多少钱？第二，如果我这里亏200赚，我会赚多少钱？这两个东西我不懂。来，现在我们开始计算。OK， 首先呢 ，OK， 成本我们就给它倒反过来了。现在成本的formula， OK， 就是什么？我们其实是拿这一个，把这个成本 OK 倒反过来罢了，倒反过来罢了。所以呢，成本等于盈亏 OK 除以杠杆乘以波动的百分比啊。其实我就是把它倒反过来罢了。这个是原本的，对不对？这一个是原本的。现在我把成本翻过来，盈亏过去，倒反。好，这样我有这一个方程式好过后，对不对？我们跟着罢了，成本等于现在我们有亏损的价格，亏损的价格除以杠杆乘以波动的百分比。波动的百分比你应该拿7%还是减5？ 3、2、1，我们应该拿减5，因为你是用这个亏损来计算的，所以我们就用亏损的百分比去进行计算。OK， 按 Enter， 所以这个答案就出来了。OK， 如果你是以这样子的情况啊，你的成本应该要输入800啊，可以吗？这样现在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算到我们的这个要赚多少钱了 ？OK， 就变回去了，盈亏 OK， 盈亏等于成本乘以杠杆再乘以波动的百分比，我们要算赚钱的，所以就选7%。所以如果我们是以这样的情况，亏200，可是赚我会赚200吧。OK， 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去到我们的 trading 的地方，我们做交易的地方呢，我们把这些数字全部输入进去，我们看一下究竟它跟我们的东西走出来一不一样。好，所以现在呢，我们就开始全新的一个 case。OK， 我把刚刚我教会你的东西全部直接用真实的交易直接示范给你看。我们现在呢，我们就用Solana 吧。OK， 因为 Solana 的价格不用打这样多个字，比较方便一点。OK，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你们真实做交易的地方了。OK， 我们从头开始。OK， 你看啊，好，现在假设我们要做多 ，OK， 现在Solana价钱80，我讲说77做多，可以吗？77做多 ，OK， 然后呢 ，Coin Solana leverage 杠杆我用满5倍 ，OK， 所以现在假设我就讲说我用1000的成本 ，OK， 1000的这成本等于总价值5000，等于 OK， 现在变成Solana了，等于差不多65粒64.93粒Solana，OK， 可以吗？好，接下来这里呢，我就直接等于 OK 所有的东西。好，这样假设刚刚我们就讲，我们做多要77块进，我们现在呢要使用一个东西叫做图表，叫做图表。好，我们去到我们的图表。OK，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我们的图表，我们叫 Trading View， 然后呢 OK， 现在我们先去到这个77块的地方。OK， 77块，我先把这个先拿走。OK， 首先呢，这一个图表叫 Trading View， 不过我会拍一集教你们这样子使用它，所以你不用担心。OK， 这个视频我主要是要教你们算钱，我们一步一步来。首先呢 ，OK，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 tools 叫做 Long Position， 我们做多。OK， 然后呢，这里呢，你双击点击2下，来到这地方，这里我先快一点，过后我会教你们怎样用77块。OK， 77块，然后按 OK。好，对准了过后，刚刚我们要赚多少？ OK， 我们要赚多少？我们要赚多少个百分比 ？OK， 这里我觉得我们就直接决定，在这边直接决定一个新的。我们假说我们要赚一个4个8%，可以吗？4%。OK， 好，这样我们亏的话，我们亏一个2%。OK， 好，所以现在的重点在哪里？进场77。OK， 我们要赚4%的上涨，它的4%的上涨呢是到多少钱？Profit level 8008，它的止损2%是多少？7546 ，OK， 8008 7546。好，我们回来，这边 OK， 我们是要做多，杠杆5倍。刚刚我们讲说我们要赚4个8%的上涨跟2个8%的这个亏损，所以我们先这样子记录。好，这样如果以我们的 calculator 来去计算的话 ，OK， 赚我会赚200，亏我会亏100。现在我们就一起去验证一下。我们来到这边 ，OK，
，77块。然后呢，关滴滴哈，这边我们可以选择哪一个？第一个，如果你看到收，就是它自己 coin 的名字，就是用关滴滴 ，OK， 数量。这样 USDT 这里的 USDT 呢，是指总价值，也就是成本乘以刚刚。所以我们回去看一下，刚刚我们以这样子的话，我们的总价值是5000，不是输入1000啊，现在是5000 ，OK， 输入5000。好，现在我们的止盈点，刚刚还记得是多少吗？48%的上涨吗？80.08。OK， 亏损的话是多少？啊，亏损还记得是多少吗？亏损呢7546。好，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什么东西 ？Expected profit， 你的预期盈利差不多200，你的预期亏损差不多100，是不是跟我们算出来的东西几乎一模一样呢？啊 ，OK， 如果这个时候呢，你输入，我们试试看输入总数量64.93，看一不一样啊？我刚刚讲是一样的东西嘛，对不对？64.93，看啊，是不是一样？对不对？200跟100 ，OK， 可以吗？这样，如果你今天不会这个unit， 原本是应该要输入5000，结果你输入1000，你就会发现到什么东西？你会发现到，看到吗？是不是少赚很多，然后还少亏很多？因为你误会了。如果你今天是你这个1000啊，你刚刚输入在那边的那个1000其实是总价值，这样其实真正你除5，其实你才输200罢了。你看到那个差别吗 ？OK，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你要学会这个你要用什么 unit， 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吗 ？OK， 所以呢，好，我们再回来。所以你的整个东西 set 好了，你决定好了，对不对？你觉得 OK， 这个东西所有东西你算好了，你觉得 OK 的话 ，OK， 这样你就按 limit。然后你就可以排队，就是这样而已。然后你就可以去做你要做的东西了，就是这样。OK， 好，这样再来。如果假设今天我们也走一个 short 的，好不好？我们走个 short 的 ，OK short。假设说 short 90块，我们90块要看空。然后呢，我们就用不同的币种，好不好？我用以太坊，一样是5倍 ，OK 5倍。用5倍的情况下 ，OK， 现在我们就跟它倒反过来。OK， 我们跟它倒反过来。现在呢，我用这一个旁边这个 short。OK，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 cost 要用多少。OK， 可是我们知道我们要亏多少钱吗？我们知道。OK， 假设我可以亏400，然后这个我也不知道。OK， 然后我们就用刚刚这一个百分比就可以直接算出来了直接算出来什么 ？OK， 如果今天我觉得这个我给它调成5%跟3%。OK， 如果今天我要以这样子的情况然后亏400。我的成本是2666666。OK， 我们一起看一下。来，首先以太坊 ，OK， 做 short， 以太坊现在是什么价格？1986。好，我们做空在2000。OK， 我们就做空在2000。好，2000。OK， 然后呢，这个我们不要看先，现在我们不要看，我们看下面那一个。我们看这边我们看这边好，你看我们做空 ，OK， 价格2000，好，这样我们的成本算出来是2666多，然后我们就现在我们就直接去到这边 ，OK， 我们就按2000 ，OK， 关滴滴2666点很多个6嘛 ，OK， 我就打67就好 ，OK， 然后呢，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的成本。这个是我们的成本，所以如果你输入这样子直接输入，你觉得对吗？3、2、1，其实不对的。这个成本是最原始的 original 的。今天这一边我们是总价值，所以我们应该要拿2666乘以5，1333333 ，OK， 所以我们这里应该要输入13333。好，所以现在我们是要怎样 ？OK， 我们要做空吗？做空的话，我们的 TP 是 down， 然后我们的止损是在 up。OK， 5%、3%，我们一起去图表看一下。OK， 这时候我们就要用这个东西，2000。好，我们要赚多少 ？OK， 我们刚刚说我们要赚的话是赚一个5%。这个有一点长这个拉到有点 OK，
然后往上的话是3%，对不对？我们要找出那个价位，大概啊 ，OK， 好，收价位的话，止损是在2060，止盈我们在准1900，对 ，OK， 2060跟1900，我们一起回到去。OK， 我们是1900，低位1900，高位是2060。好，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算的东西有没有跟这边一模一样。就刚刚如果我们是亏个400，对不对？亏个400，算出来成本啊，然后再用成本算出来总价值。所以我们现在去看一下计算机是不是一模一样嘞？对不对？是不是一模一样？亏400。这样你不用在这边算出你的 TP 赚多少钱，这里就跟你算出来了，你会赚个667 ，OK， 可以吗？这样如果刚刚我是输入2666，你看结局就完全不一样，明白吗？所以这里是总价值有没有很神奇嘞？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的话，其实你会觉得很神奇，但是如果你已经是学会了，你就其实是数学来的。OK， 数学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开头的时候我就讲了，其实你只要会这个视频，基本上算法这个东西就难不倒你了。这样当然也一样，今天这里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拿来算，比方说 OK 盈亏你可以算盈亏，然后你也可以算成本，比方说你不知道成本应该放多少，你就换成本。如果今天你不懂杠杆应该放多少，可是其他的你都懂这样你就可以算杠杆。OK， 如果你不懂波动的百分比，你也可以算吗？你也可以算你也可以算对不对？你就是把东西换来换去，你就算得出就是这样简单。OK， 这样我这里我就简单做一个小小的总结。这样其实成本乘以杠杆就等于是总价值其实是一样的东西来的。为什么？因为成本乘以杠杆，成本乘以杠杆就等于总价值，看到吗 ？OK， 所以其实是一样的东西来的。OK， 明白吗？好，所以呢，这一个算法的东西其实就很简单、很直接了。OK， 这样最后我补充一个东西，就是 risk and reward。risk and reward 呢，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叫盈亏比盈亏比简单来讲就是要算这个单今天你赚多少钱跟亏多少钱之间的比例。OK， 这样它最终是拿来干嘛的？就是拿来算说你做这一笔交易到底是值得还是不值得。OK， 就好像比方说这一张单赚的话赚5%，亏的话亏一个3%。如果我们拿来当做是做生意的比例，这个生意赚你可以赚一个刚刚是667嘛，对不对？赚的话你赚667，亏的话你亏一个400，这个生意值得嘛 ？OK， 其实是 OK 的对不对？是值得的但是今天如果这个生意赚的话只赚50，可是亏的话要亏200，你觉得值得吗 ？Make sense 吧？对不对？不值得这样这个盈亏比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算出来，我们就拿赚的除以亏的，其实你就可以算到 1.67 这样这个也是一样，我们就拿赚的除以亏的 0.25， 你可以看到那个差别是什么？今天你要怎样仔细知道到底值不值得 ？OK， 盈亏比只要至少在1或以上就是值得的，就是偏向比较值得的。OK， 什么叫等于1？就是你赚500没有赚400，亏400，这个叫1比1，对不对？所以你看，如果这个不平等的话，就是少过1，这种就不是很值得去做交易。OK， 可以吗？这个就是我们这样子去算盈亏比。好，所以今天这个视频简单总结的话，就是第一，单位你要知道3个单位里面它是什么意思，然后它到底是什么叫做成本，什么叫总价值，什么叫数量。OK， 做交易的世界里面来来去去就这3种。OK， 再来下面的话呢，就是这一个方程式，你会这个方程式，基本上你可以算好你所有你要算的东西了。OK， 我们这边没有什么很高级的数学啦，就是用square root 啦、次平方啦，然后还有什么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我们就是简单的加减乘除罢了。OK， 我曾经也是有过15、16岁的还在读中学的学生基本上一教就会了，因为就是这样简单的。OK， 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呢，请按赞、订阅、分享给你所有身边的朋友。OK， 打开小铃铛，订阅起来，后面有更多更好的内容再分享给大家。就是这样，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拜拜。